别再被网上的伪科学误导了。木卫2冰层下面真的存在海洋吗？真的有生命吗？今天我只基于 NASA 朱诺号、伽利略号的真实探测数据，用最严谨的科普视角给你讲清楚全部事实。很多人说木卫2是太阳系第二地球，是外星生命的摇篮，这些说法其实半真半假，很多都缺乏直接证据。科学界有一个很客观的共识，在人类没有真正钻开冰壳之前，任何关于存在生命的结论都只能算是推测。我们只相信探测器观测到的可以被反复验证的真实结果。木卫2是木星的第4大卫星，直径3122公里，比月球略小。它距离木星约67万公里，每3.5天完成一次公转，轨道接近正圆。这些都是长期轨道观测得出的确定结果，没有任何争议。再来看它的表面环境，全部是可以实锤的科学事实。木卫2整体呈现明亮的白色，反照率在太阳系卫星里属于很高的水平。通过光谱分析，可以明确确认它的表面99.9%都是纯水冰。它的全球平均温度在零下160摄氏度左右，赤道区域最高也不超过零下130摄氏度。根据基本的热力学规律，在这样的低温环境下，木卫2的表面无法维持稳定的液态水。木卫2表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几乎没有大型撞击坑，和月球、木卫4这些天体相比，它的表面显得格外光滑和年轻。这说明它的冰壳一直存在地质活动，能够不断重塑表面，同时表面布满了交叉的裂缝、褐色条纹和弧形的山脊结构。这些地貌并不是什么神秘现象，而是由木星强大的潮汐力长期作用拉扯冰壳形成的典型地质痕迹。接下来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：冰层下方是否真的有海洋？我给你一个最严谨、最符合主流科学的结论：木卫2拥有多项强有力的间接证据，支持地下存在液态水层，但人类目前还没有直接钻穿冰壳，亲眼观测到海洋的存在。第一个关键证据是伽利略号探测到的感应磁场，这种随时间变化的磁场只能由内部的导电液态物质产生。科学界最合理的推断就是含盐的液态水。第二个证据来自对木卫2引力场的精确测量，数据显示它的内部存在明显分层结构，冰壳下方存在液态圈层。第三个证据来自朱诺号的近距离探测，通过微波雷达，人类第一次直接估算出冰壳的大致厚度。综合多项独立观测结果，目前国际主流科学界的共识是，木卫2极有可能存在全球性地下海洋。证据强度在太阳系地外天体中最高，但我们依然不能绝对的说下方一定存在海洋。哈勃望远镜还多次观测到木卫2存在水汽喷流活动，高度可达上百公里，这是已经被多次验证的真实现象。喷流中包含水、盐分、二氧化碳以及一些简单的有机分子碎片。但非常重要的一点是，这些都只是基础的化学物质，与生命没有直接关联。有机分子广泛存在于宇宙之中，并不等同于生命，更不等于存在生命活动。接下来我给大家澄清3个关于木卫2最常见的认知误区。第一个，认为木卫2海底一定有热液喷口，能够孕育生命。目前的地质模型研究显示，木卫2并不具备活跃的海底热液活动条件。第二个，认为木卫2海洋中存在类似地球的海洋生物，这一类说法完全没有任何观测依据，属于想象和演绎。第三个，把简单有机物的存在直接当成生命存在的证据，这是科普中最常见的误区之一。有机物在彗星、小行星和多个天体上都普遍存在，不能作为生命存在的判定依据。目前最客观、最科学的结论只有一句：木卫2具备部分宜居环境的条件，但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存在生命。人类未来的木卫2探测任务也并不是为了寻找外星生命。NASA 的欧罗巴快船探测器核心目标是研究冰壳结构、地下圈层状态、潮汐加热机制以及太阳系冰卫星的演化历史。这是一次纯粹的基础科学探测，而非猎奇式的寻找外星生物。木卫2真正的科学价值在于，它让我们重新认识宇宙的多样性。它证明了在太阳系里，除了地球之外，依然可以存在稳定、长期、规模巨大的液态水环境。这对于我们理解行星演化、水的分布乃至生命诞生的条件，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。